那我想问一下你在学做菜的过程，我没有学过做菜，我没有学过做菜。你没有学过做菜？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呢很特别，我们宇宙边缘料理终于不边缘了，找到一个好朋友，她叫做 Lily，A.K.A 无麸质女王。那今天 Lily 想要做什么菜？今天做的是那个茶泡饭，然后比较特别就是它没有咖啡因，它的茶汤就是用昆布跟艾草去制成的。那我今天要做的是一个无麸质的 taco， 一样那个上面的配料都会是以偏向墨西哥风味为主的一条，然后只是那个饼皮的话，因为我最近在排骨的习惯也不吃玉米跟大豆，所以这个饼皮里面也不会有面粉、玉米、大豆。咱们开始吧。太远了。等一下就是会先需要煮饭，然后要做那个茶汤，然后还有会有一个炒菇，然后要烤甜椒，然后要渍它，然后还有烫青菜跟切东西。OK， 好，还要渍它，渍这个就听起来很专业。那我的部分呢，就是因为我已经有先把面团弄好了，那这个面团很简单，我到时候会贴食谱在下面，你就反正就所有的东西加进去揉一揉，擀平，捏成圆形就好了。我也会做一个酱汁，然后来炒这个杏鲍菇跟那个甜椒，然后到时候再用腰果酱，还有酪梨酱，然后搭这个4杯子，就这样，很简单。我也开始吧。现在切个菜。对不起，这个会晃。为什么 Lily 会想要开无麸质餐厅？跟为什么自己会吃无麸质？哦，为什么会想要开无麸质餐厅？就是因为我自己不吃麸质。你不吃麸质哦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。可以。因为我们是大概6年前开的嘛，然后那个时候台北就是几乎没有这样子的店，然后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吃，所以就自己开了一间。因为我又是吃植物性饮食，然后又要全食物，不要添加的东西。那你自己吃无麸质的原因是因为麸质过敏，是不是有麸质？就是对麸质敏感。对麸质敏感。那你刚开始在吃的时候会不会很不习惯？刚开始一定不习惯啊，因为其实一开始连麸质是什么都搞不太清楚，然后就会需要上网去做很多的 research，然后搞懂说可以吃什么，不可以吃什么。因为我刚开始在吃的时候，我是完全没办法适应的，因为到处都是面包啊，然后面啊，意大利面啊，到处都是。而且如果要真的到也很严格的话，其实是不是连那个什么燕麦酱油都有？酱油是不是如果是豆麦酱油，它里面就会加小麦。那你刚刚说燕麦的话，通常是比如说它在工厂处理的时候。你说会有交叉感染的问题。OK。锅子热了，油热了，然后把菇丢下去炒一下。你还没爆之前就会过敏吗？那时候没有就是以前小时候都没有，就是真的是到发现的那一年前后才开始身体不舒服。那你后来回来台湾，短时间内你去餐馆吃，你怎么办？就是会需要请他们帮忙客制啊，就比如说就跟他说只要用盐炒就好了，就不要加酱油，或是有时候会有什么豆瓣酱啊之类的。其实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台北有一间餐厅刚开的时候，Lily第一天有来吃饭，那个时候，只要你耿耿于怀，是不是到现在？我很想讲。然后他来吃饭的时候，就因为我们厨房有做披萨嘛，然后那时候我是在做披萨的。我在做披萨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会炫技，就会把披萨往上抛，然后整个空间就会有那个飞粉，但都是小麦粉，就是不是有麸质的。那后来他其实也是点无麸质的餐来吃，但是回去的时候说他开始肚子痛啊，什么有的没有的。哦，我那一次真的很惨，没有想到那个做披萨是会这样子飞来飞去。哦，对。但是我们后来改了啦，就是尽量不要让它飞。所以其实
你如果是吃无麸质的人，其实来我们餐厅也可以哦。所以你觉得变好的重点是？就是跟灵媒有关。跟灵媒有关嘛，对不对？反正就是跟灵媒有关嘛。那我现在做一个番茄的底酱，因为这个番茄底酱等一下会炒到我们等一下 taco 要包的料。那这个番茄底酱里面有番茄、蒜头、红松头、小茴香、浮水粉、红椒粉跟孜然籽。然后这个炒完之后，我会把它打成酱。炒这个料我就不下油了，毕竟我们今天少油盐。对，少油盐。那刚刚那边有油，这边就不下油了。现在要把昆布高汤里面的昆布就是先捞起来，然后会加入艾草茶跟盐，艾草茶、盐，然后就关火焖大概20分钟。所以那个椒烤完之后，就是会像这样子，皮我可以放在这上面吗？对，你皮皱皱的，放凉之后就脱皮。那我想问一下你在学做菜的过程，我没有学过做菜。你没有学过做菜？果然是天赋异禀。没有啦，我是学做烘焙啦，所以也是有厨房的 training， 但是是烘焙。现在要来自那个刚刚的烤甜椒，会用到这个糙米酱油，还有味淋。然后，因为如果只放酱油的话，它会比较咸，所以会加一点点的生饮水下去。生饮水。对。然后就浸泡大概30分钟。那如果你要它更入味的话，当然就是隔夜的话会更好。现在就是要把那个茶叶滤掉。然后我这边现在开始就是擀个面团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换我这边无麸质的 taco 饼。那因为我研究这个无麸质的东西，我觉得它没什么筋性。那因为没什么筋性的关系，所以我会尽量用烘烤纸来铺在下面，这样比较不会黏的。先拿一小块，然后把它搓成圆形，然后再一张。然后你把它擀开，擀成你要的厚薄度就可以了。不圆怎么办呢？我教大家用一个碗，哎呦，好像直径，把它转下去，然后把边收了，看好哦。粘住。哇！拍手。场外人帮我掌声一下。好，我们回来煎了。那煎的话呢，为了不要用太多油。不用在锅子上淋油，直接在饼皮上擦这个油就好了，稍微擦薄薄一层。OK， 我们都收好了，我们现在来组装喽。我现在要放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它是米做的味噌。哇，无麸质哦。无麸质的，然后也无大豆。无大豆。它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昆布茶高汤嘛，那加一点味噌就是可以增添它的风味。那它因为它没有看起来很多，可是它其实不会很咸。然后等一下就会把菜都放上去。OK， 好，大概就这样。那你就让它先摆。那我这边呢，就是饼皮都煎好了。那我们第一层我会先上这个酪梨酱，然后再来就是要放这个我们刚炒好的杏鲍菇跟甜椒。为什么你要做自甜椒？就是因为通常你吃茶泡饭上面不是都会有一个蛋白质嘛，就是通常都是比如生鱼片或什么。那很多做植物性饮食的会用甜椒去仿那个生鱼片的口感，因为它就是很 meaty 那样子的一种。我知道，我之前在一间餐厅有吃过，他们用生鱼片做，用甜椒做的生鱼片。这次还有加酪梨，这个是
柴烧的金针花，就是可以仿那个柴鱼的味道，它就是会有一个烟熏的香味。青葱，这一盘看起来很厉害。如果不吃5星的朋友，也可以省略青葱，它就是5星的一道餐点。我刚刚还倒了一些麻油，就是让它增加它的香气。然后这个是它的茶汤，就是在吃之前再倒上去就可以，然后跟那个米味噌搅拌均匀。那我这两个无麸质的 taco 就是等一下是这样折起来就可以直接吃。我相信大家都吃过 taco 吧，折起来就可以直接吃了。那里面就是有刚刚我们炒的那个香料番茄酱炒的那个杏鲍菇跟甜椒，然后下面是酪梨酱，然后上面是蒜味腰果酱，然后这个撒一点点粉是那个什么盐夫木跟刺葱打在一起，这个不一定要加，没关系，这个不一定要加，没关系。是不是也可以加，例如说是烟熏辣椒粉？也可以，烟熏辣椒粉也可以，就是风味不一样，因为盐夫木会有一点酸酸的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蛮适合的，就这样。然后很重要，香菜一定要加，没错，香菜对这个墨西哥料理是很重要的灵魂。不吃香菜可以不加，就这样。那我们今天的菜就这样完成喽，那我们要来试吃喽，我很期待哦，开始试吃吧。好。好，那我们要试吃哦，那就请莉莉帮我们服务一下，来，桌边服务，倒下去，倒下去。味噌是要在这一时候搅开吗？对。其实你味噌，如果你觉得这样子麻烦，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加到汤里面去煮。但这个就是有一点点摆盘的作用。通常我吃的话，我就是会把它整个拉在一起啦。OK， 那就拉在一起啊 ，OK。拉在一起吗？我们当然要用你的标准吃法。我已经闻到那个米味噌的香气了。哎，大惨。这个服务费就先付了。通常这个制的这个甜椒，最好是泡隔夜最好，对不对？它会比较入味。味道很重。很重。但是是那种回甘的。对。那个米味噌的味道非常强烈，然后如果有配到其他的，像草菇啊或是甜椒，我觉得甜椒吃到甜椒那一口就很不一样，吃到甜椒那一口非常不一样。这个菜看着是清淡，但是这吃起来超有味道的，很有鲜味，无妈咪。真的是。你很饿是不是？我很饿，我忍很久了。全食物的风味可以让它变得这么有味道，我觉得蛮厉害的。大家如果喜欢，我们食谱就放在下面。你为什么会创造出这个饭呢？这种饭，就是因为吃植物性饮食之后，就很少有机会可以吃到茶泡饭这样子的料理。然后其实 Plants 的食物就是我想要吃什么，然后我就会把它做成植物性版本的。你今天也做出一个让那个不吃咖啡因的人有个选择。那我们进行下一道菜吧。这个我们还可以干杯。Cheers。那个皮很香。可以吃到那个豆子的香味，但真的好大一卷哦。必须的啊，值回票价哎。我没有办法说话。就是非常清爽的一道料理，吃了不会觉得很负担，不会我喜欢，因为我很喜欢清淡。今天就吃完啦，结束啦。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你就说说看吧。那我们其实还没结束，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神秘嘉宾要来，那他来就会跟我们分享一些有关灵媒的事情，很玄哦。他讲你就会知道要怎么变健康、变瘦了。反正就是这样啦。那我们等一下还有一杯健康无比的蔬菜汁可以喝，那期待一下。这样甩下去有点下腰，这样啪，这样子结束。我们不只要来拍片，我们还要来清洁，对，遮掩一下。
有一点自然。不会了，没关系。这样子，洛梨分你一半。好啊，分我一半。我的洛梨没有熟，女神形象要崩溃了。都吃完再讲啊。他让我分心，你知道吗？再讲一次好了。哎，这样子，